近几年，随着中国航空母舰的下水，055大驱的批量生产，东风41洲际战略导弹的服役，中国总体军事实力已毫无疑问跃居世界第2，仅次于美国。然而，在中国总体军事实力与日俱增的同时，我们也无法忽视解放军的3大短板。面对号称世界第1的美国军队，一旦中美两国出现军事冲突，我军3大弱项领域或将成为最大软肋。那么，解放军的3大短板分别是什么？首先，我国的远洋作战能力比不过美国，这主要体现在二者的远洋作战经验、远洋作战装备武器两方面。中国海军远洋作战经验的缺失，源于我军海军建立之初的愿景和任务。1949年解放军组建之初，毛主席便为海军发展指明了方向，建设一支保卫沿海沿江安全的现代化海军。后续中国海军发展经历4个关键阶段，但每一时期的发展方向均是围绕守卫己方海洋权益，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。当下，中国海军的战略目标定位主要是为守护国家海洋领土、处理海洋争端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服务。在这种战略导向下，中国海军长期活跃在己方领海范围内，鲜有远洋作战的经验。反观美国海军，完全是一支在战争中锤炼出来的军队。自二战结束，美国确立全球霸权目标以来，几十年里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大大小小10几场战争，而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均远离美国本土，这让美国海军积累了丰富的远洋作战经验。纵观全球，论在远海领域作战的履历和经验，谁也无法与美国媲美。正因如此，前不久美国智库才会向美国军方提议，可以将中国军队引诱至远海区域，避开其陆基导弹重点覆盖范围，在远洋交战中围剿中国海军。可见美国人也十分清楚中国海军的短板。另外，在远洋作战装备武器方面，中国距离美国同样有一定差距。远洋作战最大的武器莫过于航母舰队，美国目前拥有10艘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，每艘航母搭载20架 F-35C 隐身战机、24架 FA-18大黄蜂战机、5架电子战机、4架预警机。而中国目前服役的航空母舰只有辽宁号与山东号，其二者均为常规动力航母，这在与核动力航母的较量中将会直接落入下风。采用电磁弹射系统或可与美国核动力航母一较高下的福建号航母，目前仍未正式服役。且即便福建号下水服役，我军在航母舰队的数量上也远不如美国。但随着近些年中国海军实力的不断增长，我军航母舰队的远洋作战能力也取得了长足进步。2022年12月16号，辽宁号航母战斗群进入西太平洋深海海域，进行了为期2周的远洋实战演习。初次进行远洋实战的辽宁号便创造了战机单天起降20次的出击率记录。出击率是衡量一支航母舰队战斗能力最直观的指标。美国一支航母编队最多可实现一天160次出击率。仅从数字来看，辽宁号编队距离这个数字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但这仅仅是在辽宁号首次远洋作战演习强度不高，航母编队远没有满编制的情况下。另一边，山东号也在今年悄悄奔赴南太平洋展开了实战演练。中国航母舰队一次又一次的动向，已经说明解放军海军已经驶出南海，逐步建立起了远洋作战体系。我军的第2项短板在于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不足。当然，这仅仅是相较于美国，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向来被认为是一国军事实力最具威慑的领域。而作为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国，自然也拥有着全球最顶尖的超级核武库，还有陆空3位一体核打击体系十分强悍。考虑到美国对外扩张的基本战略方针，美国的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主要集中在海基与空基方面，其陆基核武力量仅拥有400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，且均采用固定发射井进行发射，每枚导弹携带1枚核弹头。目前，美国的陆基核导弹服役年限普遍偏长，各项指标均出现下降趋势，面临着更新迭代的困境。因此，美国的陆基核力量是最弱的一个。而在海基方面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不可谓不强。不说其他，仅凭美国海军麾下的18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就足以威慑全球。俄亥级核潜艇向来被业界视作梦幻般的海洋利器。该潜艇满载24枚3叉戟潜射核导弹，而诸如英法俄等军事强国核潜艇的最大核导弹载弹量也没能超过20枚，中国也同样如此。在空气核力量方面，美国的枪骑兵 B-1B、同温层堡垒 B-52、隐性幽灵 B-2称得上是美国空军战略核力量的3大支柱。更令人心悸的是，美国还拥有20架 B-2、40架 B-52轰炸机，前者是全世界第1款，也是唯一一款隐形轰炸机。目前，美国还在研发更先进的 B-21隐形轰炸机、远程巡航导弹
LRSO。这两项武器一旦问世，届时美国的空基战略核力量势必再度迈上一个台阶。与美国相比，我国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自然无法企及。但好消息是，中国海陆空三基核力量近几年的发展同样令美国人坐立不安。2019年大阅兵之际，中国的3项国之重器最具吸引力。首先是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，它是我国陆基战略核力量的最强体现。该导弹射程超过 1.2 万公里，其先进之处在于装备了多导式分弹头，具备一次性打击多个目标的能力。最重要的是，目前全世界的导弹拦截系统都无法拦截多导式分弹头，这意味着一旦东风41启动，将会真正做到使命必达。在海基核力量领域，最具代表性的毫无疑问是我军的巨浪2潜射导弹。此前相关报道推测，巨浪2核导弹射程或可达到7400公里。这个距离意味着巨浪2从日本海就能打到美国阿拉斯加，在夏威夷东部海域就能威胁到美国全境。但2019年巨浪2亮相后，西方世界推翻了此前的猜测，认为巨浪2的射程足以达到1万公里以上。空基核力量方面，中国轰 6N 的出现同样令人惊喜。相较于前一代轰6，轰 6N 在作战半径、雷达系统、战场信息链等方面做了全面升级。根据轰 6N 的作战半径和各方面性能，该战机已完全具备深入太平洋展开空中核打击的能力。总体来看，中国的三位一体核打击实力尽管还赶不上美国，但在东风41、巨浪2、轰 6N 等核力量的威慑下，美国人绝不敢轻举妄动，这便已经达到了我国发展核力量的目的。我军的第3个短板就是反潜能力。一直以来，美国海军之所以被称作世界第一，不仅是因为其庞大的舰艇编队与航母舰队，还在于其拥有一支可怕的潜艇部队。在现代化战争中，潜艇被认为是最危险、最容易存活的战略武器。它不仅可以从深海发动对水面舰艇的袭击，还可以远程隐秘袭击陆基力量，甚至打击空中力量。所以在未来战争中，潜艇势必会承担更多、更重要的任务，这已是业界的共识。相对应的，未来战争对于一支部队的反潜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尤其对中国来说，美国现有18艘俄亥俄级核潜艇携带的核武数量就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和。倘若任由这支可怕的力量潜伏在太平洋乃至南海，这无异于在中国头顶悬上一把利刃。更令人心悸的是，目前中国的反潜力量急需增强。在远程反潜方面，中国的主要反潜手段是空潜200直升机，美国则是 P3C 岸基固定翼反潜机。相较于我军的空潜直升机，美国的固定翼反潜机飞行距离更远，续航里程更长，扫描范围更广，装备了对海搜索雷达、磁翼探测仪等尖端探测设备的空潜200，可在10小时内对周围5000公里进行侦察巡逻。目前我军反潜能力最强的舰艇还要数055大驱。055导弹驱逐舰作为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，不仅在火力武器方面独步全球，其双控阵雷达系统同样全球顶尖。055大驱航母带刀侍卫之名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。今年2月，俄军在千岛群岛实战演习期间，就曾侦测到一艘附近海域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，发现美国核潜艇的是俄军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。该舰属于俄军无畏级驱逐舰，而055大驱无论在火力打击、雷达系统各方面均优于无畏级，所以无畏级能发现的目标，055大驱同样能够做到。不过，相较于先进的反潜舰艇，中国的舰载反潜机多少有些滞后。目前，中国海军的主要舰载反潜机为直9、直18，但前者载重小、空间小、续航时间短，后者体积过大，很多型号的舰艇根本无法搭载。当前国内最先进的直20反潜机在各项性能上可以与美国的 UH-60媲美，但直20仍未服役，距离大批量生产使用还需一定时间。综上来看，目前中国在远洋作战能力、三位一体核打击、反潜能力3大板块与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。好消息是，我们正在迎头赶上，尽可能弥补这些短板。航母舰队的远洋实战演习、东风41和巨浪2的威慑、055大驱的批量装配，直线提升解放军战力的同时，也在弥补这3大缺陷。可以预见，一旦我军补齐3大短板，届时即便面对美国人的大军压境，中国也具备正面抗衡之力。